大家好，我是新西兰漫游指南主持人4月，今天我来带大家体验一下二狗子手工皮雕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4老师，终于等到你了。4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啊，你好，我是 Lily， 我是画图狗1号。你好，我是 Sophia， 我是画图狗2号。哇，你们工作室好专业呀！这个是什么？一款定制的迷你款的钥匙扣。所以是我们给你，比如说我家的宠物，像我有一只猫，我只要给你图片，然后你就可以照着图片做，对吗？对，只需要一张高清的图片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图来把它雕刻在皮料上，然后做成钥匙扣给主人。哇，这个好真呀，有立体感，而且这个绒毛的效果也特别的立体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你今天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现场教你进行一些简单的开始进行皮雕制作的一些步骤。好呀好呀，我好想试一下。好，那请坐吧。好的好的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最近做的其中一只小狗，但是你看这个图案相对比较复杂一点，然后今天我们就简化一下，然后肯定太难了。对，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图案，然后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友好一点。我们先拿一块硫酸纸，这个就是我们先在开始进行皮雕之前，我们会把这个猫猫或者狗狗的图案印在这个就是画在这个硫酸纸上，可以在上面画你任意想要画的图案。我家的猫，我肯定画出来超丑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就挺有意思。根据你自己的印象来画啊，你觉得你家猫长啥样，你就画啥样。所以你是学了很久的画画吗？是专业的吗？你看我画出来的。没有，就是只不过小的时候有一点点童子功，要去观察，看到照片之后，你要去琢磨它的结构是什么的，狗的骨相啊，猫的狗的骨头，它的那个整体的结构，而不仅仅是画它的毛。这样的话，你刻出来的皮雕它的那个立体的部分才 make sense 一些。对。那你们是怎么想到做这个的呢？因为当时就想着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养狗嘛，然后就觉得新西兰有很多的猫猫狗狗主人，然后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宠物宝贝的话，他们应该很心碎，也会很难受。就是他的留下来，对他的思念之情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寄托吧，算是。对，这个很有意义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皮雕中间镂空的部分是可以，就是如果他们宠物的主人愿意的话，是可以把毛给我们，然后提前把毛送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到时候给他把毛缝在里面，就相当于有猫猫狗狗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之前还有客人，他是希望写一张纸条，然后有一句话可能想留进去，然后也可以嵌在对，把小纸条塞在里面，然后把它缝起来。想说的话，对，好有意义啊。对。好，现在我给你来搞一块皮，其实可以对，可以用这个来做。可以这2块皮就可以。其实是够了的，这个大小对他来说够了，只要那个皮大小比图案大小大，其实就满足条件了。然后这个就是你在进行图案雕刻之前，你需要把这地方喷上，把皮料用水浸湿，这样的话皮才能变软，才便于塑形。你不用吝啬加水的那个量。所以软一点的话，在上面画之前一定要先对浸水之后，然后等它稍微渗透进去之后，然后你再开始，你就可以，我给你一个工具，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就是它吸收了一点点，就对，相当于它吸进去就可以了。对，颜色变深，然后水浸透进去，完全浸透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进行，就是从硫酸纸上把图案拓到这个皮料上面了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先观察一下我这边。就是根据它的外轮廓，然后你可以简单的把这个首先把外轮廓印出来，就顺着这个图案再描一遍就好了。比如说我这个图案非常简单，我只要就是用这个边几何图形就可以。那如果戳破了怎么办？戳破没有关系。戳破没关系啊，就是反正它只是为了把这个形状拓到皮上而已，所以它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。我来试一下。然后现在我就来教你怎么样起骨和压擦的方式做出3D 的效果。你看他们这些所有的工具，它有很多的工具，我们那还有很多其他工具，它每一个都是粗细啊，以及它的那个凹凸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你像这种，它就是这种就可以让它推着把东西往里推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它就可以把那个轮廓有一个就是
你看凸起面有一个凸起的效果。是这样往下压，就是对，是压着，吗这样然后对压着，样是吗在旁边就沿着轮廓去划就好了。对这样吗对啊，对这样对。哎，那如果是胡须怎么办？因为你可以做出来立体的效果，你是可以稍嗯微，比如说你现在这里印出来一条线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在旁边贴着它再做一条条线，啊这样它然后这样中间就它留一点凸出来了。胡子就出来了，这个胡子就是一个立体的。对啊对啊，就留一个那个中间的那个缝出来。对，这样的话就你可以看来到是一个试一下立体的效果。那我们做这个，我的这个还是没有灵魂的猫，所以应该会快一些，是吗？那要做一只有灵魂的猫工作需要多久？通常情况下要大概是5到7个小时吧，才能做好一个。我们最一开始做的时候，就是以拿朋友家的宠物下手，喷那个一点，然后后面也是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进行旗鼓的部分了，所以如果你后面也喷湿的话，待会儿旗鼓会容易一点，不然一边干一边湿，它可能起不来。然后形状出不来，对吗？对，然后你现在比方说用这样一个圆头的工具，然后你现在可以从它的背面开始，等会儿我给我的也喷上点，我给你。然后它从后面，比如说你想找的是，因为这个猫它可能是前面脸颊会比较突出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从后面开始，然后这个好考手艺啊。对，然后你就是通过，你还是要对猫和狗的骨相稍微有一点了解，因为不同的品种，它们也多多少少会有所不同。然后你觉得应该最突出的部分，然后你就把它就是用力的把它凸出来。对，用力的把它凸出来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其他的部分，然后你看看凹凸，它们是一个相对的关系，没有绝对的关系。它是一个往复的过程，有的时候它这个步骤要重复进行好几遍，因为你想，你一个地方起起来了，另外的地方可能它就相对来说你看起来不突出了，或者是该凹的地方又不凹了，所以你要重新再进行一遍，把它再凹下去，所以它可能要来来回回进行好几遍，才能把整个这个旗鼓的步骤给做完。对。好，现在你就可以开始上色了。然后呢，你现在可以选择你想要做的颜色。你这个猫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黑色 OK。那你可以拿到一个黑色的颜料，然后你沾一点点是吗？对还是尽量让它细一点，可好，以你。现在应该差不多可以往上，就是开始画毛。你想试猫的一下猫的走向，毛的走向是往哪边走？对，然后你可以就这样一笔笔的画。哦，是这样。对，然后还要画的很细腻，很好画的。对，然后颜料不够，你可以再沾点水，然后再把笔头打湿。哦，就顺着毛的那个方向。你这个可能有点干颜料，你可以加点水。对，然后再把它给。就是它应该有深浅，这样才能看出来它的那个走向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把这当成一个球呢，假设光从这边过来，你把这是当一个球，那么它这个地方就会有个明暗交界线，所以这一块应该是比较黑的，然后这一块就反而会最下面的那一块就会暗亮，对，亮一点，亮一点。哎，那你们这样画这个手工的这个皮雕，跟你们上班画画有什么区别？上班是电脑制图，那跟这个肯定那种手工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在这儿可以发挥你喜欢的兴趣和长处，就是你可以去挥洒自如去画。但是上班的话，你想有很多的规定啊，然后你要画的就是跟设计要吻合啊，什么东西的，然后感觉比上班要有意思。那你们这个是副业，相当于是一个爱好。对，对其实最开始也是当一个爱好去开始的。可以。对，但是后面就有人就开始问，然后想找我们要做订单，然后慢慢就开始发展成了一个副业。本来我是一只没有灵魂的猫，然后在 Sophia 的改进下，它变成了一只炯炯有神的猫。那我们现在上完色了，然后下一步就要开始切下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小正好合适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放在上面，然后拿锤子，然后稳住它，不要晃。对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，然后你可以拿锤子把它切下来。拿住，然后我就这样边敲实就行了，是吗？把它切下来，对。这个有点酷啊。加上对。OK。这样可以了吗？下来了，然后你可以现在可以把它取出来。哦，原来这样就下来了。然后你的专属小黑钥匙扣就快，专属小黑钥匙，小白，我家的猫叫小白。接下来呢，你要把它粘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胶，然后你要确保就是它的面
就是都是对上的对上的，对、你不能说是这样，这样哦它就看着很就歪了奇怪，对。然后你要给它粘起来，大概。我一般会在上面记个标记，拿黑笔，等一下然后我可以看告诉它正面是在哪里。我可以看，就是大概是这样，歪了也没关系，对我来说。它这个是很牢固的那种胶吗？还是？还比较牢固，它其实还行，对。那我得取决于你上胶有多少。在这儿打孔，你就摁住，然后好往下。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根儿它会转。哦，它会转的。对，哦然后你要多转几次，然后它就会。比如说我打这里差不多，往上去吧，还是往上？往下，不要太好，对，差不多，对。皮还是有点厚的，没事。打的孔还可以，对，挺好的，非常好。然后就这个，你就可以把这个，对，用镊子。哦，把它一点点塞进去对，是吧？塞进去，对。好的，我来试一下。如果这个是你自己家小猫小狗的毛，你想塞进去之后就比较有意义。对，这个挺好的。这个可以留存特别久，这一个皮雕的这么一个钥匙扣，应该几十年都不会有问题的。对，皮质的嘛，然后你用完是挂着的。对。好。对。然好了，后你可以都再拿胶，进去了。对，都进去之后可以拿胶把它封死。放在中间。对，可以就把它拿胶鼓一点。对，拿胶给它粘死。好，就是把这个边上涂上胶，然后再按一下就好。对。那成品做出来了，虽然我只画了个没有灵魂的猫，我的没有灵魂的猫呢，在这里，可以的，好看，可以的。从一个没有灵魂的猫猫变成了变成一个有有灵灵魂的的猫钥匙扣。对，有灵魂的钥匙扣。我的猫李白。你的猫李白，我大。今天的体验特别棒，我非常感谢你们两位帮助我做了一个我们家猫的挂件，然后把一只没有灵魂的猫变成了非常有灵魂的猫。没有，主要还是你自己，这基本上都是你自己做的。对，非常但至少你参与了整个过程，你知道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了。对，非常非常棒的体验。然后你们的成品是非常非常的好，不像我，现在都是半成品，我们也都还没有做完。对，都没有做完手上的。确实不太够。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，欢迎大家过来找我们玩皮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东西什么的。对对对，对也感谢大家关注新西兰漫游指南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可以吗？你说的对。你们这是什么玩意？请问又说多了？这就